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今天我们大众占卜的主题是看一看你还有多久才能脱单。那眼前一共有3组牌卡，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牌卡本身没有任何的含义，你们只需要根据你的第一直觉选出一组与你感应最强的。那现在我们调整呼吸，放空自己，开始选牌吧。Hello， 这里是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那首先呢，我们是用雷诺曼卡牌来看一下你们当前的状态如何，为什么还没能够脱单，你们对于爱情的想法是怎样的，做一个简单的能量对应。首先看到就是一颗 heart 心，这张牌呢就指向你们对爱情是有着深层次的渴望的，内心是渴望一段真挚的深刻的情感链接的。甚至呢你们在心中对于爱情的期待，或者说你们把爱情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希望能够遇到一个真诚的、浪漫的、真挚的感情。希望你们2个人是因为相爱才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世俗的现实的原因才选择在一起的。那这颗心呢，也是从另一方面就说明你们对于爱情的期待或许会过于完美。比如说你们希望像电影电视剧一样有一个非常美好浪漫的相遇，或者是希望对方能够无条件的理解你所有的情绪，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及时出现的帮助你、拯救你，希望对方多金帅气又专一等等。就是这种理想化的想法呢，会导致你们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对潜在的对象产生过高的标准，会不自觉的用一些潜在的指标淘汰、否定、拒绝一些机会。这可能会导致你们错失那些虽然看上去不完美，但是却足够真诚的人。那另外呢，还有人可能是会对细节过度的敏感，对方的一个细微的举动或许就会引发你的警觉，会因为对方偶尔的一些小失误、小错误，或者是身上体现的一些小缺点，就急于否定对方。比如说你们2个人去看电影，吃饭结束之后呢，走到停车场，然后他找不到你们停车的位置在哪里了，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直接给2个人的关系判上死刑。那看到后面是一张花园 garden， 就代表社交圈、交友、公众场合。这张牌就说明你们本身性格很好，朋友很多，跟你们相处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自在，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太平易近人，太好相处了，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无论是你的好朋友还是你的暧昧对象，你都是一样的相处模式。所以你们很容易把一些暧昧的对象最后变成了你的好兄弟、好朋友，被发好人卡的概率会非常高。这可能一方面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本身的性格原因，别人会觉得跟你相处很愉快嘛，跟你做朋友很开心，所以对方相处着就不太想破坏这份难得的感觉了，就想一直跟你当好朋友，这样一直相处下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你们很在意对方的观感，在相处当中呢，就是也会习惯性的时常为别人考虑嘛。那在恋爱当中，或者说有一些暧昧互动的时候呢，你们又表现的要么就是坦坦荡荡，要么就是大大咧咧。怎么说呢，就是你们不绿茶，不会说一些很暧昧的话，做一些暧昧的试探的举动。你跟对方的相处就是太正常了，让对方会觉得说，原来他只是把我当他的好朋友，所以2个人的关系可能也就止步于此了。另外呢，这个花园牌也意味着你们的脱单机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社交环境。一方面你们可能通过朋友聚会、兴趣社群或者是工作场合去接触到一些潜在的对象。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依赖
也可能会成为你的阻碍。你过于被动的等待缘分在社交中自然而然的发生，可能因此呢，就会忽略主动创造机会的重要性。你以为你只要处在一个社交的圈子当中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以为你参加了一个登山小组，你就能够有脱单的机会，但是你在这个小组里面不讲话，一直站在人群后面，谁都看不见你，这个动作可能对你脱单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具体什么时候能够脱单，时间线以及脱单的机会会以怎样的一个方式出现，你在当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就看到你们脱单的机会会出现在聚会的场合、团队的活动或者是兴趣社团当中，这跟前面这张花园牌的含义是非常相近的。有可能场景就包括朋友组的生日局、生日派对，共同参加的一些志愿活动、运动啊、旅游相关的活动等等，或者就是一些线上的聊天小组、兴趣小组等。你需要特别留意那些在群体中自然而然的主动的靠近你，跟你打招呼，跟你开玩笑，流露出温暖帮助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你潜在的缘分。另外呢，你们也可能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的，比如说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给你介绍。那首先你就是要放下对陌生人的警惕心嘛，去敞开心扉接受别人的善意的推荐。他推荐给你的人肯定是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嘛，彼此可能有的聊，能聊得来，所以他才会把他的朋友、他认识的人推荐给你。还有就是要表现的友好的同时呢，如果你对他有好感的话，也要主动的说出来，因为看到你们就是有把一个对象处成兄弟朋友的潜力，所以那些遮遮掩掩、互相拉扯试探的恋爱技巧不适合你们，你们适合直给。如果有好感就要直接表达，不然扭扭捏捏的话，很有可能会又错过一次很好的机会。那他这边还有一个权杖一，权杖一就代表着新的开始、新的机会嘛，但是这边是一个逆位的，就说明你们有新的开始，有新的机会会发生，但是可能它来的没有那么的迅速，需要你再等一等。所以近3个月内呢，第一组小伙伴脱单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我们再来用这张时间卡牌来看一下具体的时间。Wednesday， 周三。周三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啊，它虽然显示星期三看似具体，但实际是一个模糊的。那周三可以是每周的第3天，具体是哪一周呢？这个并不确定。但是这个周三它更多的会指向到你们周三会经常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在上班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脱单机会会潜藏在工作内容当中。你在上学的话，那这个机会可能就潜藏在你的学校、同学、社团当中。另外周三呢，在一周它是处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嘛，你在周三的状态通常是比较懒惰、懈怠，有点疲惫的，经历了周一周二的忙碌，然后周末又还要再等几天，所以你周三的状态是比较 down 的。所以呢，这也是说明你们脱单的机会不会太晚，不会拖到周末，但是呢也不会太早，就是可能会出现在一个你对爱情略有失望，感到疲惫，感到焦急难熬，等待了很久的这个时候，或许呢机会就会突然的出现在你身边。然后看到这边是有一个金牛座的标志，那这个呢其实是会把时间范围缩小一下，意味着在4月20到5月20号之间，可能脱单的机会会非常高，是一个脱单的强势期。那再看到是时间神谕卡上有一个头字，以及还有一句话 Make up a balance, be entirely realistic， 就是要提醒各位，你们当前的情感状态是需要重新校准的。你们可能对于爱情的期待过高，
或者说你们对自己的吸引力缺乏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身上没有女性的魅力或者说觉得自己的生活不稳定，工作不稳定，在感情当中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但实际上呢，这张牌它就表示你们真正的缘分往往出现在你放下执念，充满信心，并且接纳现实的时候。所以如果想要爱情到来的话，其实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只需要做自己就好。那最后我们用天使神谕卡看一下宇宙想要给到你什么样的祝福。 There's something better， 有一些更好的，宇宙为你保留了一个更好更合适的缘分，你不需要因为暂时的孤独就将就，它的安排往往要比你想象中的更美好一些。所以第一组的小伙伴不必因为现在没有谈恋爱就非常的担心，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就没有机会再谈恋爱了，没有办法结婚。不是这样的，你们一定是有机会谈恋爱的，而且这个机会会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好。所以不必执着于现在，不必执着于马上立刻我必须就要脱单，不要有这样的压力，而是享受跟他人相处交往的这个过程。你们身上已经具备了吸引爱情的条件，但现在呢，就是需要放下一些对于爱情过高的期待，给自己和他人一些机会，同时呢，也不要表现得太被动，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表达好感。另外，如果是你们有人的心还是在被前任或者说之前一些未完成的感情牵绊的话，那这张牌也是想要告诉你们，这些都应该放下了，有更好的在未来等着你们，不要因为过去就阻碍了你们继续拥抱幸福的脚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甜甜的恋爱，祝你们幸福啊。Hello， 这里是第二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你们当下的状态如何，为什么没有脱单，你们对于爱情的想法是怎样的，做一个简单的能量对应。第二组感觉你们现在处在一个情感状态，就是很封闭，封心锁爱，很难被打动，很难有心动的感觉，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第一张就是一把钥匙嘛，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钥匙呢？钥匙要打开什么呢？那答案必然就是打开锁嘛。那又有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锁呢？是因为门被关上了，你的心门被锁上了，所以我们才需要这把钥匙。但是看到你们似乎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开锁的方式，亦或者是说你们还并没有遇到这个拿着钥匙的人，身边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还蛮不错的，挺优秀的，但你们就是对他们毫无感觉，就不知道是因为你们追星呢，还是因为你们很成熟，看待爱情很现实很慎重，还是说你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总之你们现在的心就是很难突破，或者说能够打开你们心门拿着这把钥匙的人他还没有出现，所以你们看其他人都感觉平平无奇。那下面还有一张就是树，它代表着情感的深层滋养，与长期稳定的发展关系，所以也是暗示着你们可能会陷入追求稳定优先的这样的思维定式里面。你们对爱情的潜在的渴望是建立一段像这棵大树一样根系稳定深厚的感情关系。而且这把钥匙和树的组合，它形成了能量的闭环，就表示你们可能过度的依赖外部条件，比如对方的经济状况，对方工作是否稳定，社会地位如何，来判断这个人怎么样，来判断两个人的感情是否能够长久稳定。但是这种判断可能往往会忽略了内在情感的需求，对稍有不确定性的关系，或者说这个人身上潜在的透露出的他一些不稳定的特质，你们会迅速的选择放弃。另外也可能是因为你们本身就是比较害怕冲突，所以会回避深入的沟通，就想要维持一种表面看上去很稳定和谐的状态，
比如说你们在约会的当中呢，会刻意的去避免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就导致双方的交流都是浮于表面的，浅尝辄止的，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对方想要跟你再深入的聊一聊，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你，谈一谈你对于未来的看法，谈谈两个人关系如何发展的时候，你会习惯性的躲避逃避，顾左右而言他，在不该开玩笑的时候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或者说就岔开话题。所以这种行为可能也会导致对方误解你的意思，觉得你好像并没有跟他继续深入发展的意向。那我们再看一下你们具体什么时候能够脱单，时间线以及脱单的机会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你们在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看到第二组的你们会陷入到选择当中，可能会有潜在的多个对象需要你们做出选择，那也可能这个选择就是意味着工作、事业、爱情需要做出选择，生活爱情需要做出选择，亲情爱情、友情爱情理想现实之间你们需要做出选择，或者就是跟这个人见面不见面，就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吧，你们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所以这边也是希望第二组小心因为过度的分析、过度的谨慎而错失机会。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需要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就当你做了这个重大的调整之后呢，就会迎来新的脱单机会。这个调整它不是说非常表面的简单日常的调整，比如就说你换个发型、换支口红、换个包，不是这样的，而是很重大的。就比如说你去换工作、换圈层、搬家、换环境，是这样一个很重大的调整，或者是就是走心的，像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结束一段旧的关系，调整你对于另一半的需求标准，改变你对于爱情的看法、心态等等。你需要结束一种旧有的模式，才能够迎来新的缘分。那看到第二组你们的缘分出现的场景是一个表面快乐，实际上内心并不满足的场景，比如一个你不想去的饭局，一个你不想参加的活动，一个你认为没戏的相亲，一次你觉得毫无意义的团建等等。就你看上去在活动中与很多人互动聊天，脸上也一直都挂着笑意，但其实你内心是感到非常的疲惫的，根本就笑不出来，是一种皮笑肉不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新机会会出现在你频繁社交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比如你某一段时间会突然的喜欢上网打游戏，就是会喜欢玩那种需要跟队友配合、开麦聊天的那种游戏，又或者是你会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很多的状态，在网络上跟网友聊得很开心、很投机。总之你的脱单机会会出现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场合之下。那我们再来用时间神谕卡看一下具体的脱单时间。10天10周。10天的话，对于进行这样一个新旧模式的更替而言，时间有点太短了，所以我们第二组小伙伴可能更多的脱单机会会在10周，就是2到3个月之内出现。那另外呢，这个时间神谕卡也提到 You will start all over again，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那这意味着新的机会、新的脱单对象很有可能会是一个新人，或者是旧人却是一个蜕变之后的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那这个脱单对象呢，它不是模糊的、暧昧的、不稳定的，而是具体的、实际的一个对象，是一个让你有感觉、能够打开你的心房、走进你内心的对象。因为看到这朵花上面，它其实有4颗星组成的，而心上面的箭头则是都指向了同一个终点，这个原点，就说明目标一致，心之所向，他们就是为你而来。那最后呢，我们用天使神谕卡来看一下宇宙它想要给到你的建议和祝福是什么。 Take action， 行动。
只有行动才能够打破你情感的僵局。这张牌跟死神的意味很相近啊，就说明你们要去尝试新的活动、新的社群，多接触新的人。你们现在对周围的人不会心动，毫无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你们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太久了，周围的人你都很熟悉，永远都是那几张脸，你不心动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5-6个人你可能不心动，那如果有更多的人呢，你有机会结识到100个、200个甚至更多的人，那这么多的人里面，按概率来讲，他总归也能有1个2个让你觉得还不错吧，让你产生心动的感觉吧。所以当周围身边没有什么好的发展对象，你没有感兴趣的人的时候，就不要觉得自己完蛋了，没戏了。但可能并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就是你身边的交际圈子它太小了，你得去认识更多的人才行。那这张牌其实跟我们的圣杯9，这个逆位的圣杯9表达的牌意也有相通，就你们要勇敢的去打破你的舒适圈，不要只待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里面。如果想要恋爱，就不能只是嘴上功夫，要做出实际的行动。每天躺在床上说我要恋爱，我要恋爱，但是又不行动，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的。你不出门，没有办法给你安排让你心动的人。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想要说，第二组的各位要主动的去表达好感，就不要被动的等待。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意思、有好感、有心动的感觉，不要吝啬表达，不要羞于表达，要主动的出击。因为你们本人是非常有魅力的，有吸引力的，那这个对象其实对你们也是很心动的，很有感觉。这张神谕卡就是想要肯定你们的魅力，同时鼓励你们主动出击。你们主动出击的成功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只是一味的被动等待的话，反而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没有那么大，或者说时间会一拖再拖，进展会没有那么的快。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二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都能够收获甜甜的恋爱，祝你们幸福啊。Hello， 这里是第3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你们现在当前的状态如何，为什么没有脱单，你们对于爱情的想法是怎样的，来做一个简单的能量对应。看到第3组现阶段可能是有潜在的发展对象啊，有人在追你，向你表示好感，但你或许对他并不是非常的来电。另外呢，这个 choice 也是表示第3组你们爱情方向不明确，面临的选择太多，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选择太多就会形成一种杂乱的复杂的倾向，就像这张牌表现的这样，一眼看上去是找不到正确的出口在哪里的。就对于爱情，你们可能想法太多，一会儿想要这个人，一会儿想要那个人，一会儿觉得他不错，一会儿又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挺好，一会儿觉得自己必须要恋爱，现在马上我就要谈恋爱，一会儿又觉得爱情算个屁，什么都不是，不如搞钱来的重要。就你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会经常的摇摆不定。另外呢，你们在面对机会的时候也会感觉很纠结，可能在要不要接受这个人，要不要开始一段感情，我现在适不适合谈恋爱之间反反复复的横跳。那这种迟疑纠结会让你的桃花能量被卡住，也会让你在纠结中错过一些机会。后面这张熊呢，就代表着力量、权威，也代表着强烈的掌控的这种心态，就说明第3组你们自己的性格是非常的独立自主的，自尊、自爱、自强，甚至会有一些强势，就是很好面子，自尊心会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们害怕自己处在一个劣势的，或者说看上去弱势的这样一个地位。就你们有时候都不了解那些为爱烦恼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不明白林黛玉、贾宝玉为什么那么的多愁善感。就在你们心里，为爱情烦恼、为爱情掉眼泪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自己一个人也能够生活得非常的舒心自在，所以在爱情这个事情上面，你们会时常的犹豫，想说我真的需要有人陪伴吗？那这种强势过度的保护自己呢，在外在表现上面
可能会让你错失一些真正的情感链接。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强大，你看上去什么都不缺，你好像一点都不想谈恋爱，你好像并不需要爱情。可能在他们对你采取行动之前，自己就先把自己否定掉了。另外呢，这个选择跟熊相结合，形成了控制与失控的悖论。你们试图是通过理性的分析、精密的分析来掌控情感的走向，但是感情中这种理性的精准的分析，它往往并不可靠。这种过度的分析反而可能会导致你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感情它当然是要凭感觉、直觉，根据你内心的想法来做决定的，而不是通过一些数据信息的支撑来判断这个人的好坏，来判断你和这个人恋爱发展、结婚生子的可能性。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具体什么时候能够脱单，时间线以及脱单的机会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你们在当时整个人的状态是如何的。那看到这个新的脱单机会啊，会出现在一个你放下压力、放下责任的时候，不是你最忙碌、最累每天都要加班熬夜的时候。而且这个出现的机会会是一个你投入到新的项目或者新的课程，学习新的技能，培养新的兴趣爱好，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第三组，你们可能学业工作就是太忙碌了，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分配在感情上面，所以即使有时候也会有想要谈恋爱的这种想法，但也只是一闪而过，你转身你就又要投入到你无尽的学习和工作当中。那当你们自己本身处在一个不是特别忙碌、焦急的状态之下的时候，整个人是比较轻松自在、舒适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资自己，关注自己。另外呢，也就会关注到自己这种内心的需求，关注到自己对于感情、爱情的需求，你就会留意到、接触到更多的人，那新的脱单对象、新的发展机会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了。看到第三组，你们会遇到一个真诚的、脚踏实地的对象，但是这个人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或者说没有你强大，没有强大到能够保护你。另外，这个人也有可能就是他不成熟，但是他足够的真挚热烈，他对你的追求或者说对你的感情是那种入室抢劫一般的，非常的直接。但是感觉你们第三组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反而那些循序渐进的、很礼貌绅士的、步步试探的人，可能没有办法给到你这么强烈的一个情感冲击，因为你们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那这种理性与感性的碰撞，可能会擦出更加美妙、更加神奇的火花。那我们再来用时间省略卡看一下具体的脱单时间。12天12周。那如果我们不看下面这个字卡的话，单看12这个数字，它就是一个轮回的一个意思嘛。一年12个月，一天12个小时，就整整刚刚好是一个圈，一个轮回。所以有可能就是你们第三组脱单的时间会是需要1年这个样子。但下面也有这个时间的指引，12天12周。所以就是有快有慢。有的人可能快的话会在12周3-4个月这个时间脱单。12天的话毕竟离我们太近了嘛，但如果你身边如果已经是有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机会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另外这个时间省略卡在这里提到 It is going well now， 就现在进展发展的不错，很好，暗示我们第三组小伙伴，你们的能量其实已经在流动了，而且进展不错，可能已经吸引到了一些人的目光，一些人的注意，或者说你们自己在心态上已经做了调整，在期待爱情的到来，又或者你们现在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有魅力，然后有能力，生活工作都很稳定，就是你们现在一切都很好，一切都非常的棒，只是缺爱情这一个调味剂了。那如果现在有人是处在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的话，是希望你们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上面找到平衡的，不要因为
满足领导对你的要求，对你的期待就累垮自己，也不要背负太多的责任，就是让自己轻松愉快是最重要的。这张牌是想说，在一个相对舒适的轻松的状态下，爱情会降临，而且在这个时候它降临的话，你们也能够更好的抓住它，因为无论你们是从外在条件还是在内心上面，其实都做好了一个准备。那最后我们用天使神谕卡看一下宇宙想要给到你们的建议和祝福是什么。 Improve health， 改善健康，因为健康的身体和稳定的情绪，它才能够吸引到与你同频的爱情。这张牌一方面就是想提醒我们第三组的小伙伴，如果是当下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的，有一些难受的地方的话，要及时的看病吃药，及时的做一个调整。那另一方面就是提醒各位要关注自己心理上的健康，比如如果有人对爱情呢，对感情存在一些偏颇的狭隘的想法，或者是因为之前的一些不好的感情经历，就封闭了自己的感情枢纽，不与外界沟通，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消化，那这样其实也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表现。你需要以一个更加平和稳定的心态来迎接爱情的到来。另外呢，这个提高身体健康也是意味着第三组的你们或许可以去参加一些健身的运动，比如说去健身房去跑步、骑行，做户外的运动、登山。可能在这样的相关于运动锻炼的社交圈层里面，会潜藏着你们脱单的机会。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三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都能够收获甜甜的恋爱，祝你们幸福啊！